ではどうするつもりだ？私の戦略もマカオの件は保留することですが、福井さんとの違いは名目上保留するだけで実際には占領します。何を言ってる？帝国の戦略物資供給を維持するためにマカオが香港の代わりにな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のためにはポルトガルの宗主権の名義を残し国際自由港としての地位を守る。これが名目上の保留です。しかしマカオが帝国に利益をもたらすには中国軍や英米連合軍に利益を与えてはならん。マカオの政治、経済、軍事、治安などを管理し、マカオポルトガル政府が我々の傀儡になる。つまり実質的な占領。これが最善の対策です。こんな荒唐無稽な話、政府が承諾するわけがない。彼らは承諾します。なぜなら我々の手中にはマカオにとって最も強力な武器があるので、必ずこの目的を達成できるのです。その武器とは何だ？食料です。现在这张票啊，20号过来取。干什么？坐，快点！各位父老乡亲，我是中山县县长赵鼎华。现在我宣布，即日起，中山米市封市。凭什么呀？大家，全县暂停一切粮食交易，所有的米商库存全部上交到县里，由这位黄光杰黄队长负责报销。我们不服！成这样，我们怎么做呀？赵县长，你在你们县里也没有微信呐？你说两句。都给我听清了！中山的米，我黄公杰包了。所有来买米的，都麻利的给我滚蛋！所有卖米的店铺，现在赶紧过来登记。可以。凭什么呀？凭什么封市？赵县长，中山米市办得好好的，县里面凭什么封市？大家说是不是？是不是啊？我来回答你的问题。还有没听清楚的吗？总督阁下，这个是天大的误会啊！就海军报告，强奸澳门运粮船的是该死的海盗，可不是我们大日本海军啊！胡说八道！运粮船遭遇抢劫时，发挥的无线电里根本就没提过什么海盗，只说发现你们日本海军拦截我方时候救援时，也只看到事发海域停满了你们日本的军舰。如此的证据确凿，你现在还想要狡辩是吗？也是这样啊。我大日本海军当时发现海盗正在追剿，运粮船看到我方军舰出现，自然不足为奇。就是后海盗抢走了你们的船跑了，我们没追上，所以击中我们的军舰了。你简直是胡说八道！你说的这一切根本不是事实。阁下不肯信，那我也没有办法。我得再多提醒一下，接下来澳门最好暂时中断一切海运贸易，因为帝国海军为了让海盗集团无所遁形，在彻底清除海盗之前，将扣押所有往来嫌疑船只。你们这么做是要彻底困死澳门。
看你说的。什么叫控制澳门？消灭海盗，对澳门也是公在千秋的大好事啊！阁下，又何不把眼光放长远些啊？好吧，我还有个问题。林丁阳，你说有海盗的出没，那在中山总不应该有吧？中山，聞いてないな。いえ、聞いていない。那倒没听说。那么，既然中山没有海盗，你们为什么又关闭了拱北口岸，不许中山的粮食进入澳门？这件事我可以向阁下解释。中山县暂停粮食贸易，纯属南京王政府为及时采取的措施，与我们日方绝无关系。澳门现在可是有差不多40万人口，甚至超过了40万。你们这样封死澳门，是要逼死多少的人？你们怎么能无视这么多人的生命，看着他们就这样的死？总督阁下，对于澳门目前面临的困境，我大日本帝国深感同情。同样，帝国自始至终都盼望与澳门睦邻友好。一来之下，我们就刚好拟定了一份合作计划，原本要送总总督府。既然阁下亲自来了，不妨现在就看看吧。原来贤哥之前还做过粮油的生意呢。都是早些年的事了。黄队长，天也不早了，打扰你这么久了，我就先回去了。哎，不着急啊，咱才刚聊到正题呢。眼下我这手上是有一个大买卖，正愁找不着人呢。你又是粮油方面的专家，那这买卖就得交给你了呀。我现在这个样子，哪还能做什么买卖啊？黄队长，我家里人都在等着我，我真的要回去了。哎，不去，你一定要听我说完，你一定会感兴趣的，好吧？咱们现在澳门最缺的是什么？是不是粮食？那你知道澳门人为什么都没饭吃吗？因为日本人封了澳门，海上皇军的军舰给封了，可是还有陆地呢。中山的粮听说也被人扣了，你知道是谁扣的吗？我，黄公杰，老子一手就给他扣下来了。你知道皇军为什么让我扣粮吗？就是为了把澳门饿垮，要饿到澳葡政府那些鬼佬彻底服软。你知道我现在手里有多少粮食吗？整整2000万斤。澳门的粮价可都翻了7、8倍了。等有一天澳葡政府那些鬼佬真的服了软儿，日本人一解封，我们再把中山的粮运到澳门来一卖，你说咱们能赚多少钱呢？先制造饥荒，再高价卖粮，这就是你的生意啊？天底下还有比这更赚钱的买卖吗？啊！我黄公杰是一个讲义气、知恩图报的人，这笔买卖我就交给你了。只要你能帮我找到买家，我就分1成的利润给你。就这一趟，你可就能赚回10个汇龙银号不止哦。黄队长，我没有那个本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我还就看上你贤哥天下无双的幸运了，这事儿交给你我才放心呢。啊，黄队长，贤哥，你不会是看不起我吧？我怎么可能看不起你呢？我只是觉得这笔生意实在太大了，你总要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吧。万一我搞砸了，不还耽误你的事吗？贤哥做事儿还真是稳当啊。行，那我就让你考虑考虑，但是得快，要不然这块大肥肉就入别人的嘴。好，那我就先告辞了。等等，阿荣，哎，大哥，正好啊，
小小心意不成敬意。哦，黄队长，这些我不能收。贤哥，你就别跟我见外了。先不说咱以后要不要合作一起做大买卖，你现在落了难，兄弟我不能不管吧？阿荣，你带着兄弟们把这些东西都送到贤哥家去。好，黄队长，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无功不受禄是我何家的家训。我当初给你取钱都是我做银号的本分，这钱和东西，我真的不能收。贤哥做事儿还真是讲规矩啊。好，这钱你要是不收，我也就不勉强了。但是你这上有老下有小的，你不能看着一家人都饿着肚子吧？副将军是，总督阁下已经亲笔签署，同意了贵方提出的全部7项条件，还请您抓紧时间，赶紧向司令部汇报，务必让贵军立刻解除对澳门的一切封锁。二位请放心，既然澳门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我大日本皇军自然也会报以充分的善意。我这就给17将军打电话。等等，稍安。見せて。这上面的内容好像不像吧？7项条件，1项不缺，怎么会不全呢？可这篇计划书后，原本不是还附有我方的3项建议吗？这中佐，那3项只是建议，本就不包括在条件之内。可澳门既然愿意相助与大日本皇军合作，又何必拖泥带水，忽略我方提出的良好而纯正的合作建议呢？这是良好建议吗？这应该叫实质占领才对啊！如果是这样，那不如你们直接出兵占领澳门好了，免得葡萄牙摆定个宗主国的虚名。我们大日本皇军对葡萄牙的宗主权绝对是充分尊重的。我们希望的仅仅只是与澳门政府达成更加亲密无间的全面合作。回去告诉你们的总督阁下，大日本帝国要的不仅是7项条件，而是包括3项建议在内的全部。还有，建议皇军达成合作的一篇日子，请总督阁下务必在10天之内，也就是2月18日下午6点之前予以签署。过期不候，さようなら。你好，你好，请在这儿签到。联谊会还有1小时后开始，现在是自由交流时间，方便港澳各商界朋友们相互认识认识。知道了。哟，这不是何贤何大老板吗？刘老板，你朋友啊？哎，不敢当，我们小人物不配跟何大老板做朋友。人家何老板是为了发国难财，可以坑害香港金融街整条街所有同行钱的人，这本事啊，你让我学我也学不来呀。这就是那个趁日本人开战坑同行钱的银号老板。除了他还能有谁呀？一开始我们还不知道，直到澳门开关的时候，看到他跟黄公杰称兄道弟才知道，人家早跟汉奸穿一条裤子。黄公杰，你是说？是啊，就是那个扣了全中山粮食的大汉奸。澳门落到这步田地，全拜那个狗汉奸所赐。哎，各位，我理解，今天这个港澳联谊会，我们的目的是共克时艰，解决饥荒。但是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制造饥荒的汉奸，他的同伙也能混进这个场所？大家说，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办？滚出去！对，谁在大庭广众之下放臭屁呢？声音挺大，味道还挺冲啊！是谁？
接着说呀，接着骂呀！哎，黄队长，别误会，只是遇到了几位同行，大家在聊天而已。杨哥，你只管指出来刚才是谁骂你，我黄公杰帮你出气啊！哎，黄队长，您不是说想为那批粮食找一个好的下家吗？我正在跟同行商议呢，刚刚有了眉目，这么大的生意，难免有人眼红，抱怨几句，您别太在意。那笔生意有眉目了啊？要不然我们换个地方，我详细的跟黄队长汇报一下。行，去我那儿啊！走，太好了。呸！狗汉奸！不是有眉目了吗？是我实在能力有限，我找了一圈都没找着下家，只能定下来不做了。是找不到，还是不想找？黄队长，看您说的，是真找不着啊。我看你不是找不着，你是怕人家骂你是汉奸，坏了你名声吧？既然是这样，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是，现在整个澳门都骂我黄宗杰是大汉奸，让他们骂呗，可他们骂掉我一层皮，骂掉我一块肉了吗？杀人越货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他们会吗？他们敢吗？日本人干活怎么了？啊，人家真金白银的给啊！何先生，跟我打交道，这狼狈为奸4个字儿，你是跑不掉了。那帮人的嘴脸，你还没看够。与其背个骂名，不如跟着我一块儿好好干。那金山银山可就在前头。名声算个屁呀！我实在没那个本事，这笔生意你还是另请高明吧。看来何先生是真不给我面子。我只是做不到，怕耽误了您的生意。叫你一声何先生是给你面子，把这么大的生意让给你来做，是报答你之前对我的恩情，觉得你这个人够义气、讲信誉。何先生，想跟我黄某人合作的人多的是，你可不要不知好歹啊！黄队长，你是一家之主吧？上有老下有小的，你不为你自己想，你也得为你家人想想吧。好话我已经说了一箩筐了，我也说累了。喝了这杯茶，我们的生意就算是定了。请问，汇龙银号何贤何先生在吗？马先生，你找这个汉奸干什么？汉奸？你确定是这儿？签到簿上留的的确是这个地址。慢点啊！爸，先回来了。到了，这就何建一家。行，你们先聊着哈。伯父，阿文，吕老板，欧老板，你们怎么来了？
柯医生，我到了。早点休息。老吕，阿贤，何先生，你怎么来了？贤哥，我是马汉奇。当初在码头，根本不知道遇到的就是贤哥您，我更没想到因为我的事儿，让您和您全家受了这么大的罪。对不住了，贤哥。没关系，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只要那批物资安全的送到了，一切都值得。阿贤，怪我们不识好人心。道歉的话，我已经没脸多说了。这是当初我拆借汇龙的款项，如今连本带利，如数奉还。这是我的。贤哥，我们来的时候碰到了伯父、嫂子，还有孩子们，都在等你团年呢。他们早就饿坏了，正好我们带了点年礼，就当年夜饭，赶紧吃吧。轩哥，我知道这些日子你受了很大的委屈，你心里肯定有说不清有多难受。但好在现在真相已经大白，这些都过去了。只有我们一家人能吃上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让他哭吧，痛痛快快的哭一场。因为他不是为自己而哭。就在今晚，为了救一个孩子，我们去了一个地方，一个这辈子都不想再去的人间地狱。什么地方？党在坟场，万人客。澳门的困境，除了表面的封锁，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是背后的原因。背后的原因，武力占领澳门对日本人来说是举手之劳，可他为什么要费那么大周章，绕那么大圈子，弄一个所谓的合作计划？他真正的目的究竟何在？我知道，他们是为了物资。香港沦陷前，日本人就在香港开设了不少伪装成英资、华资的贸易公司，目的就是为了抢购我们中国的战略特产，还有大量的英美工业产品。而现在香港沦陷了，内地当然不会再运特产来，英美也跟他们宣了战。这条获取战略物资的路段，日本人就必须找到一条新的贸易渠道。所以，日本人不明着占领澳门，就是要从中国到东南亚的整个地区留下一个国际自由港，由此继续获得中国的战略特产和英美的工业产品。陶先生，你是金融方面的专家，那么从战时金融的角度来考虑，我觉得你应该能得出另外的答案。我明白了，您快说来听听。进口战略物资离不开外汇。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已经名存实亡。日本想找到一个新的国际金融站，而这个地方只能，也只会是澳门。咱们背后的诀窍想明白了，可怎么才能让澳门挺过这一关？你知道我现在手里有多少粮食吗？整整2000万斤。这笔买卖啊，就交给你了。柯医生，马先生，我想好了，我要为了澳门把粮食买回来。贤哥之前可是说这种买卖做不了，是什么让你改变心意的？
听和尚，你什么意思？大年初一带一堆猪食过来，你存心找倒霉是不是？啊？大荣，黄队长，荣哥说的这堆猪食，就是我们家昨晚的年夜饭。要不是因为我运气好，遇到了几位朋友，这年夜饭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呢。所以黄队长，你还要问我为什么改变主意吗？我就说嘛，这世上没有人跟钱过不去啊。既然黄队长把生意交给我，那就是认了我何贤这个人。可人情归人情，生意是生意。既然要合作，我还是要麻烦黄队长把你的底给我交代清楚。好，贤哥快人快语，我也就不掖着藏着了。这中山的米收购价、仓储损耗、运费一共是3毛1斤，2000万斤，成本600万。卖家呢？2块钱1斤，不过分吧？600万的成本你要卖4000万，黄队长你胃口够大的啊！但现在的澳门，有粮的就是大爷，那我就按照2块1斤去找买家。我有一个条件，签合同的时候就得有600万的现款，剩下的3400万也必须开好大西洋银行的期票，货到即兑。黄队长，现在的澳门谁能一次性拿出4000万来？这样的买家可不好找啊。一个不够，那咱就多找几个。我相信你是能找到买家的。行，买家的事情我再想想办法。还有一条，这笔买卖必须要等到18号下午6点以后。这是黄军给奥普鬼佬最后的通牒，只有鬼佬签了约，皇军才会解除封锁。在此之前，皇军有令，1粒米都不能进澳门。原来是这样啊，黄队长，你怎么不早说啊？害我空欢喜一场，这生意啊，做不了了。怎么又做不了了呢？澳门的粮价为什么会涨上天？完全是因为日本人封锁了澳门。这封锁一旦撤销，各地的粮就会在第一时间疯了一样的涌进澳门。到那个时候啊，你别说2块1斤了，不亏就不错了。这我倒是没想到。那这该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只能不做了。这样，我们在他们签约之前，把中山的米运过来，不就好了吗？你刚刚不是还说，签约之前，日本人不允许粮食进到澳门吗？我是说运过来，没有说进澳门啊。你把粮船就停在码头附近，等日本人一签约，我应该是消息知道最快的人，我就通知你，你进船卸货。这样，我们没有违背皇军的命令。这招高啊！行，那就按照你说的方案办。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说定了。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啊，我总觉得他不对头。大哥，你看上回啊，我差一点就抓着那个鬼婆了，他恰好在那时候撒了粮坏了事儿，说明什么？他是故意的。我觉得不是。你去过他家，也知道他家的情况，谁会为了不相干的外国人，哼，把救命的粮撒了？大哥，你信与不信这话我都得说，好几千万的生意啊，万一他要是动点坏心眼儿，为了赚钱，没等签约他就把货送到澳门，泽荣座那货要是追究下来的，咱可都是掉脑袋的呀。
提醒的对，咱们吃的有后手。找到了客户，稳住了奥普政府，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运输船队的问题了。赶在日寇汉奸眼皮底下偷梁换柱，又有足够的船一次性运走2000万吨粮食，放眼整个伶仃洋，恐怕只有一家。大好帮。马老板，侯桑，二位的毅力，我黄山河佩服。可是这件事的风险实在太大，但凡有点意外，就是富邦之灾啊！我这个帮主又怎么向列祖列宗还有各位弟兄的家人交代啊？子霞，这是帮中大事，不可以冲动。三叔，我接下来要说的不是帮里的公事，是我的私事。黄子霞过去有眼无珠，不识一时，几次三番误会了贤哥，今天才知道贤哥的大仁大义，小弟实在是无地自容。所以想当着列祖列宗和帮中的老少的面，向贤哥敬茶赔罪。夏少，使不得，快起来吧。侯桑，过去是大豪帮对不住你，紫霞向你赔罪，本来就是理所应当。贤哥，侠少一片赤诚，不必客气。你要是不喝这碗谢罪茶，就侠少那一身功夫，9头牛都拉不回来。夏少，快起来吧。谢贤哥。三叔，接下来我要说的，才是帮里的公事。刚才两位先生把话说得很清楚，我大豪帮以一个义字行江湖。倘若我们都在这个关头做了缩头乌龟，又怎么当得起忠义千秋这4个字？三叔，海丰堂堂主黄子霞愿率全堂弟兄誓死追随贤哥和马老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还请帮主准许我堂弟兄的自告奋勇。帮主，各位弟兄们，澳门的饥荒都是黄公杰帮着日本人一手逼出来的。可是这江湖上人人都知道黄公杰是我大豪帮的叛徒。这种叛帮狗贼做下的恶，我们大豪帮若是坐视不理，江湖上会怎么看待我们大豪帮？帮主，我海云堂全堂弟兄愿为澳门运粮，以偿帮中叛徒之罪过，望帮主准许。帮主，本堂弟兄也愿前行。哈哈，贤哥真是雷厉风行啊！这才1天的功夫，就把这合同还有钱都搞定了，我真是没看错人呐！如今的澳门，除了傅老板和崔老板，谁还有实力能一下子拿出几千万啊？所以我就直接去找了他们，这才没浪费太多时间。不过，他们也有个条件。什么条件？都知道中山的粮是你黄队长扣的，我替你卖粮，他们为什么相信？所以，虽然这合同签了，但是他们都要一张你亲笔的售粮委托书，要写明你委托我替你卖粮，而且是2块钱1斤，这样他们才肯付这600万现金。这样啊。
你要不写的话，他们怎么相信我？那倒也是啊。但是有一条，这个受领委托书，你可千万不敢给我漏出去了啊！为什么？皇军有多黑，你是知道的吧？要是让皇军知道了，我卖2块钱一斤，那咱俩还赚个屁的钱呀！哦，明白了，明白了。皇军那边随你说多少，这委托书啊，我就是卖了自己也不可能漏出去的。这还差不多。二荣，笔、纸。怎么了？还有一件事儿，这个运粮的船队你是怎么安排的？这个你可以放心，我找了大通航运，他们在向政府和日本海军办理空船出港去到中山的许可手续，最迟明天就能办好。大通航运毕竟是华商，日本人的军舰现在封着伶仃洋，空船出港可能还好一些，要是回程装满了粮出点问题，那可就是大麻烦呀。回程不是有中山县的赵县长开特别通行证吗？稳妥起见，我看还是换一家吧。之前我和连昌的斋藤打过电话，斋藤对咱们这单生意非常有兴趣。连昌毕竟是日资控股嘛，日本人在海上也好说话一些，安全起见嘛。啊，黄队长，这船队后天凌晨就要出发了，只有1天的时间，想要办好整套的通航手续，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如果有什么耽误了，损失可会很大的。你放心吧，连昌的斋藤这点小事还是能办妥的，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行，你的生意你做主，但出了任何的问题，你可别怪我。没问题的。贤哥，这么大笔买卖，让你一个人东奔西走的，确实也是有点辛苦啊。有一些琐碎的小事儿呢，就交给兄弟们代劳了，好吧？阿荣，对，你陪着贤哥去连昌，把通航的所有手续都办好了啊。是。黄队长，你这是信不过我，还有人盯着。哎，贤哥，你误会了。明天你不就得去中山验货了吗？可我们的计划后天船队才出发，总得有个押船的吧？再说之前，我们在中山扣粮的时候，阿荣也在啊，他也跟这个赵县长啊打过交道，回头你们对接的时候也方便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行，那既然这样，就辛苦荣哥了。阿荣，这回的生意可比天还要大，你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来。你要是还像以前一样狂喝乱赌，坏了老子的事，扒了你的皮。是。到底谁要见我呀？神神秘秘的。见了你就知道了。走吧。何老板，别抢！哎，杨先生，你这是干什么？不是何老板，是贤哥。之前都是杨昌的不是。贤哥，你以德报怨，救命之恩，小弟没齿不忘。
快起来吧，来。贤哥，你可有什么需要，随时吩咐。通航手续都办好了。何秘书，你真是雷厉风行啊！是我应该感谢贤哥给机会，那我就开运单了。好。来，这是定金，还有这个。怎么，贤哥喜欢玩两手？豪兴赌场不是傅老板的吗？我跟他签合同的时候，他顺手给我的，让我去他厂子里玩一玩。可我现在忙成这样，哪有时间啊？正好，今天通航手续的事你帮了大忙，我就借花献佛送你了。不，贤哥，我这人从来不赌的。哦，这样啊。哎，要不给我吧？啊，龙哥，我不是舍不得，黄队长说过，这趟差马虎不得，办好之前不能让你去赌。哎呀，今天又没说去，干，还不行吗？谢谢啊，龙哥，你负责押船，这些你都收好了啊。啊，完事了吧？完事就撤，别磨叽。何秘书帮了这么大的忙，我还要请人家吃个饭呢。不用，贤哥别客气。这顿饭必须要请，你不去就是不给我面子。龙哥，一起去吧。哎，你们去，不打扰你们，撤。我当谁呢？杨 Sir， 过得不错呀，兄弟啊！看见我还活着，意不意外？是不是失望啊？不好意思，老子八字命硬，还他妈没被你们这二五仔给坑死，怎么样？你他妈什么意思啊？找麻烦是不是？我就找你的麻烦啊！不行吗？当初害老子背黑锅蹲苦窑，差点没了一条命。这账咱们得算。好啊，开，走，谁领带？好啊，说死他，收死这个王八蛋！好啊！姓杨的，以前叫你杨 Sir， 看着你那身羊拆皮，知道吗？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输不起，给老子滚啊！我他妈输不起，单挑啊！好啊，单挑啊！谁输了，谁从这爬出去啊！誒，阿旺，好接過兩位貴賓。康哥，再来！哎呀！再来！还来？你已经欠我5万了，这要是我的钱呢，其实也无所谓。我老板不好说话。你今天要是给不了钱，可出不了这个门啊！威胁我？
敢收我的账？我敢，行不行啊？帮主饶命！帮主饶命！帮主！三爷，且慢。傅老板啊，这是我大豪幫的家事。但係呢度豪興啊嘛，我個場呢度澳門講法律嘅，搞出人命唔係咁好。況且你睇下，我啲客人喺出邊，唔好嚇親佢哋。行，傅老板的面子啊，也不能不給。我大豪幫的家事也可以以後再說，可是我這位楊兄弟的賭本啊，可是跟我大豪幫合作買賣的貨款。今天我來這裡收貨款，收債總可以吧？賭場收債完全冇問題啊，唔好搞出人命。三爺，請便啊！聽到了沒有，阿龍？欠債還錢，天經地義，給錢。帮主，您老人家，宽限我几天，我一定还，一定还。意思就是说今天还不了了，还等什么？剁他双手抵账！帮主饶命！帮主饶命！帮主饶命！帮主！等等，你怎么还不明白呢？啊，三爷是在乎那几万块钱的人吗？你干了什么让三爷这么生气？你忘了？帮主，我混蛋，我畜生！帮主，您饶我这一回，我保证改，我保证改。帮主，保证改，怎么改啊？帮主，我蒙氏归帮，保证永不叛帮。帮主，我永不叛帮。帮主啊，阿荣好歹也是帮里的旧人。虽说他犯了大错，可毕竟是受了黄公杰的蛊惑，要不就给他次机会吧。阿忠啊，哎，你这个老好人，好了，你做主。谢帮主啊，谢谢叔叔，谢谢叔叔。动手吧。哎，周叔，你叛帮在先，既是蒙氏归帮，切手指立血书的规矩都忘了，赶快动手！荣哥，小何，小何，约好的5点发船，你怎么？不好意思，睡过了。船准备好了吗？船队都已就绪了。走。核对过发运手续后才能启程。手续呢？哎呀，何老板，辛苦了。赵县长亲自来接，是何某的荣幸。哎，应该的。黄队长的大生意，我自然得办得漂亮。粮库在这边，请。劳烦了。梁欢，你又不是不认识我，咱非得要那张破纸才能开船吗？抱歉，这是公司的规定，我是这份运单的负责人，没有手续我是不会发船的。那你说你怎么办？你除非补办好全套的手续啊。补办要多久？政府各部门8点才上班，
就算我派人等在门口，第一时间补办手续，也得9点半以后了呀。9点半。赵县长，货我清点完了，数量没有问题，这是货款。赶紧给那些粮生发下去，免得他们天天围着县政府吵。好。县长，县长，连城的运粮船队到码头了。赵县长，手续没问题吧？哎呀，连城的团队能有什么问题？何先生，你也太小心了。小心无大错嘛。那就装船吧。兄弟们，装船了！何老板，你们这也太客气了，真。赵县长帮了这么大的忙，一点辛苦费应该的。那我就不客气了啊，谢谢谢谢。进来。哎，赵县长，老板，货装的已经差不多了，再1刻钟啊就可以开船了。行，我这就给你们开通行证。钟县长，这个通行证啊，可能要麻烦您改开磨刀门水道。回程路上，真假船队迎面碰上，还是会马上穿帮啊。大不了把横门水道堵住，连长船队要进来，必经横门水道。怎么那么慢？快点！你再开快点！没法再快了，船速已经到达极限了。再快点儿！只要发动机不爆，你给我往死里离开，听见没有？振飞啊！大豪帮吃了几百人的水上饭，堵住水道费不了多大劲。弟兄们，开弓！一旦把横门水道堵住，回程的时候我们就有理由改走磨刀门水道。磨刀门？为什么？是这样的，刚听横门过来的传说啊，那个江面啊，整个崩了牌，让那个竹排啊给堵住了。今天恐怕是疏通不了了，所以只好改走磨刀门了。改走磨刀门，那要多绕2个小时啊。那也没办法啊，我绕这样路啊，还多烧我不少煤啊。怎么这么倒霉啊？那赵县长，只能麻烦您把通行证改为磨刀门了。这样，2位先别着急，我来给横门关卡打个电话，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堵得很厉害。如果真堵得很严重，那就只能请2位绕道磨刀门了，好吧？那麻烦您了。哎，横门关卡吗？啊，我是赵鼎华。听说横门水道堵了，堵得严重吗？啊，这样啊，那得要多久啊？行，一旦疏通，马上通知我啊。横门关卡确实堵了，堵得也很严重。但是您2位啊，这个运气是真好啊，刚好有一艘日本军舰要通过。这日本的大军舰马力大，火力强啊，又着急着要通过，现在正在疏导呢。这么好的运气啊，那真的要感谢一下皇军了。大概要多久？关卡那边说应该用不了多久，一旦有消息马上通知我。2位稍安勿躁，我来给你们泡茶。那就谢谢了。夏少，怎么这么久？
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赵校长，水道疏通保险吗？你也知道，这批货必须要在6点之前赶回澳门，不然我们还是改走磨刀门吧，免得耽误了。行，我再打电话问问情况。哎，喂，我赵定华。哦，确定吗？好，啊，好的。何老板，恒煤关卡来的电话，说按照现在的进度，最多半个小时就能疏通。你看，你们到这个恒门关卡至少得1、2个小时。现在好了，不用绕路了。太好了，既然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走恒门，麻烦您开通行证吧。好。赵县长，请留步吧。好。和尚，你怎么真让人开了恒河水道？现在已经12点多了，磨刀门水道本来就远，再不出发，我们根本不可能在6点之前赶回澳门。而且恒门水道一通，连长的船队马上就会到中山码头。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通过磨刀门关卡，只要赵县长的一个电话，整个船队就都完了。那这张通行证怎么办啊？只有一个办法了，改。元帥，係。早く検査しました。問題ありません。你，走了。怎么回事？通行证为什么被改过？哦，是这样，我们原本是走恒门水道的，但恒门水道的江面发生了一些事故，赵县长就改了通行证，改走磨刀门了。就是你这样。全给改！沢、やはり大スラに連絡して条件をいくつか緩和しよう。
封鎖の延長は今夜までだ。時間が経てば海軍も陸軍も全て撤退する。このままじゃ君の計画は全て水の泡だ。独身になるまであと30分しかない。まだ34分ある。さあ。Não disse que a flota tinha chegado. Onde estão os navios? Peço desculpa, excelentíssimo senhor comandante. Eu menti. O que estás a dizer? Lobo, como ousas com uma coisa desta? Porque, de qualquer maneira, não podemos cruzar este limite básico. Mas que não pode assinar esse acordo. Não diga mais nada. Temos de ser rápido.もしもし，赵县长，有件事，我需要你亲自核实一下。通行证是你修改的吗？对，通行证是我改的。因为空白的用完了，所以用原来的改了一下。わかりました。赵县长，多谢合作。喂，戴斯勒阁下，戴斯勒阁下，我很抱歉，由于临时发生了一些意外，耽误了与贵方签约的时间，还望贵方务必原谅。只要总督阁下尽快赶来签约，那日本帝国可以既往不咎。奇遇报告，粮食已到，澳门有粮了。喂，戴斯勒阁下。喂，这儿中佐，不讲临时，不必放宽时限了。我打这个电话是以澳门总督的身份，正式向你们通知，澳门政府无法接受日方的无理要求，我们拒绝签署这个合约。澳门市民们，我是总督 Dressler。过往2个月来，澳门经历了史无前例的考验，数十万市民和旅游的难民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可怕饥荒和瘟疫折磨，甚至亲人离丧等难以形容的苦难。所幸经由总商会各慈善团体、各界爱心人士决策顺利，尤其是做出牺牲的中国勇士。
今天粮食终于运到澳门了，澳门的这场饥荒结束了。光端节。走。高漢江，睇你個衰樣，幫日本人舔屎都唔夠班啊你！像條賴皮狗啊！嗯，干什么干什么？这里是澳门，是有法律的地方，你想无视法律吗？王队长，我在货站的西北角给你留了礼物，记得去取啊！弟兄们，喝酒庆功去！走了喂！哎，多喝2杯啊！哎，三爷，三爷，你听我说，你给我个机会，三爷。贤哥，黄队长，你可算来了，我差点命都没了。阿荣昨天晚上跟你说他不去押船了。荣哥说他有事儿，我还能说什么？船的手续你也认真的核对过了？当然了，因为荣哥没来，谨慎起见，我和赵县长一起核对的。赵县长亲自确认没问题之后，我才给他货款和回扣。赵鼎华为什么要把通行证开成磨刀门？我当时还不愿意呢，生怕绕路耽误了时间。但赵县长说横门水道被堵了，回程只能走磨刀门。之后呢？之后船队就走了磨刀门，因为临时改了道，所以关卡的日本长官还打电话给了赵县长。赵县长亲自确认没问题之后，我们才通了关。再然后呢？再然后，船队就通了关，我就被麻袋给罩住了，稀里糊涂就挨了一顿毒打。这时候他们才说，他们是大豪帮的，这次抢粮，就是为了给黄队长你一个教训，给我一个教训。你已经落到大豪帮的手里了，他们就能那么轻松的放了你？还放了我？那个叫霞寿的都把我拎到了船边，差点丢进海里喂鱼了。幸亏黄三爷说留我一条性命，让我传个口信。口信儿？什么口信儿？这个……说。黄队长，我就是传个话啊。黄三爷说，这次抢粮，就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有朝一日，还要3刀6洞，拿你血祭那个叫什么五爷的亡灵，让你知道叛帮投敌、当汉奸的下场。大哥，我这说的是实话。好，那我给你总结一下啊，你是11点多在横门遇到崩排，水道被堵，耽误到3点多才到的中山码头，发现粮船已经走了，是这样吧？是呀。那按我们的计划，你5点就应该押船出发，8点多就过横门。可11点的崩排是怎么挡住你的？出发的时候啊，也耽误一下。怎么耽误的？哎呀，我听不见，大声说！
我5点钟到了码头，发现发船手续不见了，联昌公司非得让我补齐全套手续，结果就耽误了几个小时。手续也丢了啊？丢哪儿了？不知道啊，大哥。你办完手续去过哪儿啊？我哪儿都没去，回睡觉了呀。你没有跟何贤说过你不去押船了？没有啊。你给我的死任务，我怎么可能不去呢，大哥？后来呢？后来我就给赵县长打电话，怎么也打不通。等我到了县政府，他陪广州特高科特派员出去了，死活找不着人。大哥，咱粮丢了，我也不敢耽误，赶紧回来跟你汇报来了。就这些是吧？就这些。那你的手是怎么伤的？不小心弄的。不小心弄的啊！我看看。哎呀，哥，不小心能他妈把整个手指切没了！你解释一下，怎么个不小心？别提了，就往墙上挂刀，刀掉下来了，手就切了嘛。半天了啊，那怎么样啊？到底出没出来？天哥，老彪，你去各大赌场看一下，昨天阿荣有没有去？秀才，你去阿荣家搜一下。你怀疑荣哥？何贤和阿荣一人一套说辞，我信谁啊？何贤说的头头是道，阿荣说的驴唇不对马嘴，我不调查清楚，择机关长怎么给他交代？去吧。明白。已经向广州特高科求证过了，他们根本没有派人过来。那个特派员肯定是游击队假冒的。还有，赵鼎华的私藏钱也不见了。照这情况，应该是携款潜逃。不巧的是，途中遭遇游击队。把开了！谁让你们允许拍照的？立即收掉胶卷，全面封锁赵鼎华被杀的消息。不许动！起来！放下！收起来！何总佐，晚了。晚了？什么意思？昨天夜里，游击队处决赵县长，传单已经撒遍了中山省镇，人人都知道了。好多家报社的记者比我们先到现场，这件事瞒不住了。号外！好，中山县县长赵鼎华卷款潜逃，给你。被五桂山游击队欧大队长击毙。号外！中山县县长赵鼎华卷款潜逃，被五桂山游击队欧大队长击毙。好，还得是欧大队长。我就说姓赵的怎么会自己跟磨刀门的鬼子说是自己填错了通行证？赵鼎华这一死，唯一的变数没了，贤哥也就好脱身了。这就叫船到桥头自然直啊！佛手机线。请坐。您这次来是？你先接电话。喂，我是赵鼎华。啊。赵鼎华死了，现在就剩你们两个当面对质了。
大哥，坐下。事情很明显啊，就是这个何贤串通大豪帮和赵县长抢了咱的粮啊，大哥！你笑什么？说我说不去压船了，我什么时候说的？在哪儿说的？我当初都觉得你不对头，我一直提醒大哥，这家伙肯定有鬼。怎么样？果不其然吧？你说，不是你干的，还有谁？黄队长，荣哥是你的兄弟，他说什么你肯定都相信他，所以无论我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你直接一枪毙了我就是了。我说过我信他不信你了吗？有什么话你尽管说，是忠是奸我自会分辨。那好，那我就请教荣哥3个问题。第一，当初我为黄队长兑现存款，大豪帮因此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我是怎么跟大豪帮勾结到一起的？我怎么跟大豪帮同穿一条裤子的？第二，我从来没有跟赵县长打过交道，我怎么跟赵县长串通一气布下这么大一个局啊？第三，那份同行手续一直在你的手上，我怎么把它变到大豪帮的手里去？啊？问你呢？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你，肯定是你搞的名堂。谁搞的名堂？黄队长心里自有一杆秤，是忠是奸，要杀要剐。黄队长，你看着办吧。大哥，你不怀疑我吧？大哥，查到了。查到什么？直接说。阿荣前天晚上在豪兴赌到半夜，是吗？哥，我这毒瘾上来，我实在没忍住，我以后不赌了，大哥。其他的事跟我真没有关系啊，大哥。我跟你出来以后，我已经背上了叛帮的死罪了，我总不可能跟大豪帮再搅在一块儿啊！球是吧，球？真和你没关系吗，荣哥？那这是什么呀？大哥，把他家搜出来了。大哥，我就说这通行手续是怎么到黄三河手里的？是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大哥，大哥，我给你解释，大哥，我那天输了好多钱，大哥，妈黄三河他妈的逼着我只能写这个破东西，我才能脱身啊，大哥，我骗他们的，这东西不作数啊，大哥，我血书不作证，那你说还有他妈什么能作证？大哥。我是真的没有背叛你，我绝对不会背叛你，我哥，我真的没有背叛你，我真大哥，泽基馆长来的电话，他已经到拱北口岸了，让你1个小时之后去他办公室汇报调查情况，他口气凶得很。哥，你带我去，我跟他解释，我说所有错都是我，跟你没有关系，哥，我来扛，好不好，哥？我来扛。给我泼完脏水还不算，还想着去黄军那儿给黄队长泼脏水啊？荣哥，黄队长只是卖了高价没跟黄军说而已，又不是没给你分钱，你至于吗？你为了活命咬死自己的队长啊？你放屁！你放屁！我没有那个意思，哥，你信我绝对不会出卖你，哥。但学我二龙，你走好了。
报告，楼下来了2个人，派头大得很，说要见队长。什么人？一个姓傅，一个姓崔，说是来讨债的。到底是病了，还是避而不见了？哎，看傅老板您这话说的，我们队长确实是病了。再说那合同是跟何贤签的呀，要退钱也是去找他呀。行了，中山的粮人人都知道是黄队长扣的，那个何贤只是个经手人啊。但是现在货没到付，何贤也不见了，我们肯定要找黄队长这个真正的货主了，是不是？你先喝茶，消消气啊。总之，你回去告诉黄公杰，今天之内赶紧还钱。我不相信，他经济签的售卖凭证，法庭不认。告辞。呀，傅老板，傅老板，消气啊。贤哥，这个姓傅的和这个姓崔的，既然是你牵的线，还得麻烦你去收个尾啊。他们现在要的是退款，我能退什么给他们？难道你现在还看不明白吗？这个大豪帮抢了粮，交给的可是总商会。你说这大豪帮没有和总商会串通一气，你信吗？话虽然是这么说，但如果他们不认，我能怎么办？那我就只能来一个鱼死网破了。什么意思啊？这事儿要是真的闹大了，我可就得拉几个垫背的了。我会说，是阿荣和姓崔的、姓傅的，他们还有大豪帮一起做的局。到时候就看日本人怎么收拾他们了。也只能试试看了。那我这就去找他们，声明利害，争取到此为止。不过那张期票肯定得还给他们了，就当做总商会花600万买了2000万斤粮食，也不算亏。除了合同，尤其是我写的那个委托书，你一定得帮我要回来啊！一定啊！我知道。怎么样啊？求爷爷告奶奶，总算是搞定了。快，再去快！建哥，这会儿在路上，我跟你交代2件事情，你一定要记住了。什么事啊？第一件，这次卖粮的价格，我交到你手上是6毛钱1斤，你到了泽中佐那儿可不敢说错了。我知道。第2件比第1件还要重要，这次事件纯粹是中山的赵鼎华县长和大豪帮里外勾结一手造成的，跟特务队没有关系。至于二荣嘛，是他自己搞丢了同行手续，所以我才把他给处决了。可明明是烂赌荣勾结的大豪帮。贤哥，这件事情上，阿荣不能跟大豪帮有任何的瓜葛。黄队长的意思是，特务队里只有疏忽，没有内奸。这就对了。一会儿到了泽机关长那儿，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赵鼎华身上推，你只是个跑腿的，什么都不知道，剩下的由我来解释。好，我知道了。我在说那个委托书呢？不就夹在合同里吗？没有啊，你看，你自己看。我记得傅老板和崔老板给我了。
可能我不小心落在什么地方了。贤哥，你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啊，黄队长，泽崎馆长不是还等着呢吗？我总要先给你做完证吧。至于委托书，回头我一定仔细的找一找。但找东西这种事情你也知道，越急越找不着，越不急，指不定哪一天就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行，贤哥，行啊。只要他不要冒在不该冒的地方就行。这你就放10000个心吧。只要我和弦安安稳稳，这东西绝不会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你知不知道，到底谁杀了赵定华？我根本就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也不知道。给刚总，你真的得相信我，我没有想到赵定华他怎么能跟大豪帮连在一起呢？而且我每斤的粮价就是卖的6毛钱。这个是联昌商贸的货运周弹，然后这个是给刚总，烂古龙，我亲手毙了他，那是我亲兄弟呀，他。谁？我真不知道。谁呀？这个是海事航运收据、海事报单，这些是还有商贸公司的航运收据。こちらが案件者の全面調書です。ご確認ください。何が確認だ。一人一人責任逃れしやがって。なぜ赵金華が死んだ？中山の共産党遊撃隊が空から降ってきたとでも言うのか？それにあのランドゥールも頼りないから殺された。ワンゴンジは一体何を隠してるんだ？2000万人の食物が盗まれ売られ、そしてその責任が全て死人のせいだと？そんなバカなはずがあるか！調査だ、調査を続けろ！真相究明のため容赦するな！もしもし！マカオに運ばれた糧食についての対策は先ほど電報で送った。わかりました。諸君。君が大佐に昇進するまでは余計なことをするな。電報の内容に従って実行するんだ。わかりました。将軍の言う通り処理いたします。王先生，这个机关长有请。我先生，这份文书记录，请你核对一下，要是没问题，就签个字。这是我的问询笔录。怎么，自己刚说过的话就记不清了？没关系。我替你总结一下：此次过两，全系大日本皇军体恤澳门民生艰难，故特属何先生代表澳门总商会前往中山采购粮食。何先生因此成功将粮食购回澳门，拯救了澳门几十万居民。何先生，上述都是你的如实陈述，
反正对此也确定无误，你没什么意见吧？这份笔录我没意见，我现在签。好，那就请签字吧。我没事儿，没事就好，没事就好。